最近，中俄联合2021正如火如荼开展，规模之大备受瞩目。双方还突破了一个界限，真要联手打仗，美欧势力白费力气。据悉，这次演习两军出动约1.3万官兵以及数架重型装备，双方投入演习的地面主战装备达到400多辆，还有30多架飞机、直升机和无人机。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强调，这是俄罗斯参加的最大涉外联合军演。这次的演习还创造了多个首次。第一，这是中国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进入内陆腹地参加演习。第二，歼205代机亮相开幕式，这也是歼20首次参与中外联合演习。第三，俄军首次在演练中使用中方武器装备。第四，中俄防长首次坐镇演习。据央视报道，跟以往相比，本次演习兵力火力都有很大提升。40分钟投入1万多人，各型飞机200多架次，装甲设备200多台，火炮100多门。我国投入的新型武器装备占比高达81.6%，战术打法也有很多创新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之前中俄军演虽名为联合军演，但其实还是各自独立执行作战任务，各演各的，仅停留在战役指挥层级。而这次终于打破了这一界限。不仅是战役指挥层级的联合，更有战术层级的联合作战，双方军队混合编组联合执行作战任务。为此，中方还专门研发了中俄专用版指挥信息系统。小了说，这是双方提高联合作战能力；大了说，这是中俄两军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成为可能。这表明了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，军事关系达到新境界。中俄难道要结盟吗？其实中俄不需要结盟，其紧密关系早已超越了美欧盟友的范畴。而在这一时机下，中俄举行大规模军演背后释放3种信号。首先，阿富汗局势巨变，目前塔利班正摧枯拉朽占领几乎全部乡镇，并且已经攻占多座省会城市，各种势力蠢蠢欲动。中俄军演则是警告外界挑衅，稳定中亚局势。其次，疫情期间展示中俄军演态度坚定，乱局中加强战略合作。最后，向美国释放信号，美国和北约、印太盟友多次展开大规模演习，直指中俄。中俄联合演习发出团结一致反抗美国的信号。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评价，想将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撬走，白费力气。美国一些人把拉拢俄罗斯抗衡中国当成战略方向。很显然，中俄在任何领域关系都比以往更紧密。这正是美国一手促成的，中俄团结一致，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噩梦。日前，根据媒体消息显示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确诊一例本地社区新冠病例。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巴尔宣布，将从12号当天进入全程封锁状态，为期1周。目前为止，确诊病例感染源头不明，当地卫生部门正在进行大范围的排查行动。由于德尔塔和拉姆达等变异新冠肆虐，澳大利亚国内疫情实际上并不乐观。最大城市悉尼是疫情正中。近来新增确诊病例人数不断增加，在此背景下，新冠疫苗接种速度缓慢，一旦疫情严重程度进一步增加，势必会造成更无法想象的后果。尤其是首都堪培拉是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，大使馆、办事处以及多个重要部门都在首都，所以哪怕是只有1例，也有必要封城。倘若澳大利亚疫情持续升级，国内很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抗议浪潮以及社会混乱。就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封城的当天，美国被爆出准备从驻阿富汗大使馆撤出外交人员，撤侨或在9月底完成。据悉，塔利班可能在30天内包围阿富汗首都，并在90天内接管该市。若消息属实，美国在这个时候撤侨，显然是打算一走了之。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出美军到现在撤出本国公民，足以证明美国如今的实力无法继续维持在阿军是存在的事实。表面上两起事件没什么联系，但美国撤侨此举不仅让莫里森敲响丧钟，也让西方开始绝望。美国不再是以前那个能依仗霸权为非作歹的国家了。若该国继续沉浸在霸权的幻想中，毫无疑问只会陷入深渊。正如拜登所言，美军是时候回家了，也即将成为事实。因为美国伸向世界各地的触手早就在无形之中被炸断了。面对这种情况下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如果继续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搞事情，到了关键时刻，美国还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，就更别说了。以美国自私的性格，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？澳大利亚如此信任美国，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，不惜损失自身的利益，
可当莫里森向美国发出求救信号，希望该国提供疫苗时，却遭到了美国无视。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拜登不可靠。可当时的莫里森并没有醒悟。如今，澳大利亚为了防止疫情扩大，紧急封城，但该国可不是受到疫情困扰的国家。因德尔塔陷入疫情漩涡的还有美英等国。美国衰落已是既定的事实，而该国的国内危机也越发严重。或许就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，西方正因新冠疫情面临新的洗牌。至于美国，在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，西方也会逐渐认清该国的真面目。自美军撤走以后，阿富汗局势发生了巨变。在同一天发生了3件事，甚至还牵扯上了中国。中俄亮剑打击3股势力。首先，阿富汗塔利班一周攻占13个省城，逼近阿富汗首府喀布尔。在6天攻占9个省会城市以后，塔利班摧枯拉朽，在12号当天连占4个省会城市，其中的坎大哈市和赫拉特市分别是阿富汗第2、第3大城市，同时还切断了一条连接阿富汗首府喀布尔和南部省份的重要公路，还在距离喀布尔150公里处建立了桥头堡。显然，阿富汗政府已经处在了包围圈中心，就连 BBC 都感叹塔利班推进速度让经验丰富的军事分析家感到震惊。美国情报机构之前曾预测，塔利班武装可能30天包围喀布尔，90天拿下这座城市。然而，塔利班推进速度出乎意料，美英加紧急派军，增援使馆人员撤离，美国的干预政策彻底失败。而阿富汗动荡的局势还牵扯到了中国。在12号当天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公布达苏恐袭案的调查结果。在7月14号，达苏公交爆炸案导致9名中国公民死亡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印度情报组织、印度调查分析局和阿富汗国家安全局与此事存在关联。分析称，这似乎解释了为何之前要会见阿富汗塔利班，而阿富汗情报部门的背后可能有美国支持。美国怕撤出阿富汗以后，中国填补空缺，所以极力怂恿印度介入阿富汗局势。而心比天高的印度想扩大势力范围，对巴基斯坦两面夹击，牵制中国。这些心怀叵测的国家或势力也就一拍即合，这笔血账迟早要算。在中亚局势动荡的情况下，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出手突破界限，中俄联合西部联合2021出动的兵力和装备规模前所未有，而且之前演习是各自执行任务，这一次打破了这一界限。双方军队联合混编作战，中方还开发了中俄专用版指挥信息系统，展示中俄军事合作从未有过的高度互信。而中俄军演释放的信号就是打击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，警告各方势力不要妄图搅乱中俄周边局势，防止地区性动荡。同时也是向美国发出警告，中俄关系坚定如铁，不是美国可以挑拨的，也不是美国可以挑战的。自从阿根廷和英国发生马岛战争以后，阿根廷就很难从西方买到先进的武器装备。随着阿根廷空军装备的法国幻影3全部退役，阿根廷已经面临着没有先进战机可用的局面。而以阿根廷目前的工业实力来说，自己研发先进战机根本不可能，在西方又买不到，所以阿根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，希望购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。不过，此次向阿根廷出售枭龙的计划遇到了重大挫折。据悉，美军中将劳拉·理查森最近表示，他将协助阿根廷取得西方制造的战机，以阻止阿根廷正在进行的关于枭龙战机的军售。据战区网报道，理查森在国会听证中表示，他希望用新的方式经营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，通过对外军售等模式帮助阿根廷获得西方的先进战机。由于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矛盾以及阿根廷自身的财政问题，导致阿根廷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买到的战机并不多，而枭龙恰恰是最合适的一款。英国曾试图用弹射座椅对中国向阿根廷出售枭龙进行施压，但是由于中国在弹射座椅方面已经跻身世界一流，所以英国并未得逞。现在美国又用为阿根廷提供战机来阻止枭龙的军售，可以说是无视英国的感受。要知道，英国航母刚刚才冒险在中国南海走了一遭，为的就是给美国以及盟友们撑腰助威。拜登这是要把英国卖了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以阿根廷的财力根本就买不起西方先进的战机，之所以看上枭龙，就是因为枭龙不仅仅是功能强大，而且价格也能接受，对阿根廷来说性价比极高。而美国所谓的帮助阿根廷购买西方先进的战机，很可能就是向其推销自己的 F-16战机，而且是二手的。要知道，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向全球推销他们的二手战机，而阿根廷对美式装备也并不排斥。这样一来，又能阻止阿根廷购买枭龙，又能甩掉这些落后的退役战机，还能小赚一笔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英国的感受，美国人一向如此。
为了利益出卖盟友是很正常的事。不过目前来看，美国很可能还藏了一手。有人指出，阿根廷如果真的放弃了枭龙，转而求购二手 F-16，很可能会再次面临马岛战争时的困境。一旦和英国再次发生冲突，美国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停止为其提供零件和弹药，并将这些战机的数据第一时间提供给英国。虽然从目前来看，阿根廷放弃枭龙转向美国的可能性很大，但还是要提醒阿根廷不要听信美国的鬼话，否则下一次战败就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了。